个女孩从马背上下来的时候，裙子不小心掀了起来。富二代看到女孩穿的红色裤子，一开始还露出流氓的笑容，但突然他意识到不对，这是一条现代裤子。他冲上去就要看个究竟。原来富二代的老爸为了改变纨绔的儿子，花重金请了个剧组，准备让儿子体验一把身临其境的穿越。他用麻醉枪把儿子麻醉。当富二代醒来时，他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奴隶，还没等缓过神，主管就把他抓起来，一边往外带，一边臭骂他。原因是他没有按时给马戴龙头，然后被狠狠抽了一鞭子。为了演得逼真，这可是真抽啊！这里是剧组打造的一个200年前的村庄，别以为这是个烂苹果，其实里面是一个摄像头，还有树干里、草垛里、山羊的骨头里，全都是隐藏摄像头。这里的村民全是专业演员，导演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，就算吻戏、床戏都得真刀真枪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富二代相信他穿越到了19世纪的沙皇时代。可富二代虽然纨绔了一点，但不傻呀，他认为这是一场真人秀。富二代让村民别演了，给我手机，我要回家。手机什么意思？我的妈，还演是吧？你慢慢演吧你，给我跑了。说完他转身向外面跑去，可一路上的景象让他有点疑惑，既然是真人秀，为什么没有摄影师跟拍呢？直到他看到村头有一头真熊，这下他有点信了，这尼玛真的穿越了。很快他被抓了回去，以奴隶逃跑的重罪要被送到刑场杀头。为了让富二代相信这就是1860年，他们必须把戏演得更加逼真，所以在去刑场的路上，剧组安排了一个奴隶被砍手的环节。富二代被吓傻了，接着他被送上刑台，套好绳子准备迎接绞刑。富二代怒吼：我爸是李刚，你们敢动我？管你爸是谁，今天你死定了！见老爸的名号都没用，他快被吓尿了。当然身为男主角，导演肯定不会让他死啊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红衣少女骑着马赶来了，她是地主的女儿玛丽，也是剧组安排的女主角。她的人设是善良温柔，剧本是救下富二代，然后成为富二代的女朋友，并且还有床戏。随着剧情需要，也许还要生个孩子。玛丽说今天是她的成人礼，不想在这个美好的日子有人死去。地主是个爱女儿的好父亲，当即就下令特赦所有犯人。就这样，富二代被释放了，他也被吓尿了，是真的尿了。А еще штаны сухие есть? 他还没注意到天上有一只老鹰飞过，但它并不是真的鹰，而是一个无人机。它飞进远处的一个风车，风车里是一个现代化的大本营，也是整个村子的控制中心。每个村民都配有间谍专用的耳机，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在这里通过无线电来指挥演员。而且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还安排了一名狙击手，一旦有露馅的风险，就立马把富二代麻醉。而在风车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演员休息室，演员没有戏份的时候会来这里互相交流，还要在这里背台词，因为他们不能说和现代有关的任何词语。虽然富二代被免死了，但他还是得以奴隶的身份继续在马厩干活。晚上他睡在臭烘烘的马厩，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彻底相信自己是穿越了。他决定好好活下来，寻找穿越回去的方法。可第二天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就这，喂猪呢？你好歹给我整点肉啊！有肉了，吃吧。不仅吃饭有问题，上厕所也有问题，没有卫生纸，只能用草啊、树叶啊什么的擦屁股。Занято! Что у тебя занято? В чем лицо, что ли, занято? 他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，心里毛躁躁的。没错，确实有人在盯着他。为了防止穿帮，导演组时时刻刻都盯着他，上厕所也不例外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富二代要么是因为工作时偷懒，要么是工作不够效率，被主管各种殴打辱骂。要知道，富二代嚣张跋扈惯了，从来都是他侮辱别人，自己哪被人这么侮辱过？他心里极度委屈。导演组看时机已到，该女1号出场了，也就是地主的女儿玛丽。她的剧本是偶遇富二代，然后让他爱上自己，再结婚生子，让富二代对爱情专一。因为在以前，富二代每天都要换一个女朋友，这种提起裤子就不认人、始乱终弃的行为让富豪老爹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让剧组设定了这一环节来改变儿子。这天，玛丽在草垛旁哭泣，吸引了富二代的注意。你咋的啦？老爹要把我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。本以为富二代会心生怜悯，然后将他抱在怀里一顿安慰，结果富二代却说：老头有钱吗？有钱。那你哭啥？嫁给他，等过几年他腿一蹬，财产还不全都是你的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导演和富豪都很无语，这小子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不按套路出牌啊！这天，富二代偷了一只鸡。Это же барская курица! Отпусти быстро! Не отпущу. Мне мясо надо, я на одних комарах долго не протяну. А еще из перьев подушку себе сделаю. 不久，这只鸡就被富二代给吃掉了，连一口汤都没给同伴分享。导演一看，这是个唤醒他良心的机会啊，于是连夜写了一个剧本。
第二天，主管发现鸡丢了，问凶手是谁，见没人回答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们2条路，如果有人主动承认，只需要挨10鞭子；要是没有，我就随便抓个替罪羊抽50鞭子。”在这场良心的考验中，富二代选择了自私。主管随即把黄毛抓走，事后黄毛被打得皮开肉绽，也没有供述富二代。这份情谊，所有人都认为富二代的良心会遭到谴责，但他以前呼风唤雨惯了，手下一帮小弟为了钱帮他背黑锅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所以他不但没有一丝愧疚，还一脸的嫌弃。富豪彻底怒了，他认为儿子没救了，让导演终止这场闹剧。然而这时意外出现了，一个女孩从马背上下来的时候，裙子不小心掀了起来。富二代看到女孩穿的红色裤子，一开始还露出流氓的笑容， Зачетные труселя! 但突然他意识到不对，这是一条现代裤子，他冲上去就要看个究竟。导演组懵了，这是要穿帮了呀！可掀开女孩的裙子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原来女孩反应够快，把裤子脱下来藏在了草堆里。富二代以为是自己太想回家，出现了幻觉。回过神来之后，他对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抱歉。 Прости меня, я вел себя как животное. Не надо оскорблять животных. Хорошо, как гриб? Грибы-то можно оскорблять? 这是富二代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别人道歉，富豪爸爸看得老泪纵横啊，看来这小子还有的救。小美接受了富二代的道歉，为了缓和气氛，她说了一句：“我被你看了身子，以后肯定嫁不出去了，所以你必须娶我。”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富二代却当真了。这天之后，他一有机会就在小美身边转悠。这剧本不对呀，玛丽才是女1号。为了让富二代回到正轨，导演组又加了一场戏，让玛丽为了反抗嫁给80岁的老头，当着富二代的面投河自尽。剧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富二代冲下河将他救起，然后放在马车上。接下来是导演安排的床戏，玛丽使出浑身解数勾引富二代，本以为凭借自己波涛汹涌的诱惑力能够轻松将他拿下，但富二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，直接关门就走了。他现在只对小美感兴趣，没办法，导演只好修改剧本，把本来是个龙套角色的小美改成女1号。于是，在富二代的疯狂追求下，小美成了富二代的女朋友。就在2人的热恋期，导演认为时机成熟了，是时候上演支线剧情了。这天，地主把富二代叫过来，好吃好喝的招待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说道：“我儿子骑马在城里把人给撞了，需要找一个奴隶来顶替鞭刑，我看你挺合适，事后我就还你自由身，给你一间房子，并把小美许配给你。”看富二代还在犹豫，地主又抛出了一个条件： Вот согласишься, я тебе еще арбуз дам. 西瓜顶包这种事我最擅长了。其实富二代并不是为了这些利益，而是他想到了以前的自己。他飙车时撞到了人，也是威逼利诱让小弟去帮自己顶罪。他知道今天自己要是不答应，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谓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当背锅侠的命运轮到了他自己。Он сволочь. Опять все один сожрал. Ого. 这一次直接被砍了头，当然这是借用角度用的道具假头颅。接下来该轮到小美了，所有人都看向了富二代，这一环节就是为了改变他欺软怕硬的懦夫本性。要是他通过了，这场穿越剧也就完美结束了。可看着心爱的小美，又想了想刚才被砍头的老父亲，你们看我干啥？我跟他又不熟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他再次选择懦弱。Он просто ушел? Обиделся.
小美一脸的失望，富豪也觉得丢脸至极，让狙击手马上麻醉这个怂逼，结束这次穿越。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Отошли от нее! Разошлись за шибу, твари! Да! 富二代骑着马，带着小美策马奔腾，踏过草原，越过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加油站。 Вам 95-й или вы на газу? Мужик, где мы? 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追过来的狙击手一枪麻醉了他。等富二代醒来后，老爸告诉他，他是出了车祸，昏迷了3个月。富二代以为穿越是自己的一场梦，虽然是梦，但他也确实改变了，变得不再混蛋，不再傲慢。可失去了小美，他对任何女人都产生不了兴趣，就算去以前最爱的酒吧也提不起兴致。直到这天，他看到了熟人，正是梦里地主的儿子和玛丽。看着富二代狼狈的模样，他们于心不忍，说出了真相，并带他来到一座马场。在这里，富二代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小美。 Все было по-настоящему? Да. Я скучала. 故事最后，那个用来改变富二代的村庄再次被利用起来，用来改变其他叛逆的孩子。 Я сейчас маме позвоню, она прокурор. Она нас всех раком подставит. Выбирай, смерть. Какую руку будем рубить? Левую или правую? 而富二代扮演起了里面的一个打手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改变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一个人的坏习惯更难。但如果有父母的爱，有伴侣的爱，改变一个人将变得不会那么难。我是猛虎，别忘了关注哦，亲。